大家好，10月16日马上就到了，赵丽颖的生日该如何低调呢？这是新闻我特别好奇的。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有人相当的高调。要知道，魔幻的2022年让不少内娱的艺人们都噤若寒蝉，生怕社会主义铁拳一个意外中就出现了。因为王炸弟弟王一博的生日就搭上了过山车似的，本来就超级低调的他，居然在自己谨小慎微的第一部大电影上线的倒计时关口就踩中了莫名其妙的地雷，而且成为了最后一个知道的人，悲催的感觉真的是无以复加。然而呢，有对比有伤害，比王一博悲催的人大有人在。即便王一博身边的人、王一博搭戏的人，甚至今年表现最强劲的电影，也都一个个翻船触礁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依旧感觉王炸姐姐赵丽颖的仕途虽然挂名的成分居多，但是比起主流加顶流的虚名，要来的实在的多得多。1987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的赵丽颖，是中国内地知名的影视女演员，代表作包括《花千骨》《杉杉来了》《陆贞传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楚乔传》《有匪》《幸福到万家》等等等等。有趣的是，同月的肖战是10月5日生日，肖战在刚刚已经算是过了31岁的生日了。肖战的生日是在《骄阳伴我》剧组过的，剧组给他订了蛋糕，和同组演员、导演及工作人员一起庆祝。作为内娱圈中与王一博一道爆红的当代顶流明星，尽管他特别喜欢霸榜的感觉，却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的视野，这很有趣。现在他的生日依然登上了推特市区第一，并同时登顶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多国趋势第一。国内发博5分钟点赞破100万，24分钟评论破100万，27分钟转发破100万，当真是热度领域的热度担当和炙手可热了。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肖战的信息甚至对比感，新闻我没少提。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路走得虽然相当的高姿态，却也相当的低回报，这跟他的努力是不成正比的。现在他正在密锣紧鼓地走电影名导的弯道路线，这条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却是非常不确定的。这就像王一博大踏步勇闯正能量电影道路一样，无名长空之王几乎个个都是名家荟萃，影帝担纲，从蓝宇的胡军到重庆森林的梁朝伟，从巨头博纳到名导陈耳，个个都是躺赢的大卡司阵容。结果居然是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证明顶流化身主流还不是最后一脚的通行证。然而马上进入生日，却也始终狡兔三窟的赵丽颖就显得进退有据，稳妥扎实了。前段时间，本频道第一时间深扒的赵副主席参加河北省影视艺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内幕，放在这个娱乐圈万马齐喑的10月份，真的超级应景。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20大。说到这，赵副主席的深谋远虑，真的不是普通娱乐碎嘴、吃瓜大号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些老是质疑本频道有些内容似曾见过的朋友们，更是无法想象一种真相，永远都是新闻独家发放，视角想象不到。当然了，不求真相，只求瓜皮的人，麻烦紧追那些读稿机器人的频道，这些零思想机器人榨出来的瓜皮汁水，就足够一天的灵魂解渴了。鬼聪明的赵丽颖那时当选为理事会副主席，其实不少有积累有作品的艺人会在相关领域担任荣誉职位，这也不是新鲜事。新鲜就在于新闻我时常铁口提到的时间点了。想想看，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些人被冷冻、被折服了，而今年呢？赵丽颖现在好歹在影视圈也拥有了自己的名号和政治地位了，这一点是实打实的稳妥。虽然没有党媒央视的反复背书和高频解读，但是明晃晃的，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也都知道了，就连高大上的党媒央视，居然也是后知后觉的牺牲品来的。所以悄悄进入生日倒数的赵丽颖进入政治圈试水，也不算时间点的意外。如今她已播的《幸福到万家》收视全线飘红，对赵丽颖今年的市场加持影响加持还是挺大的。
任谁也想不到的，或者说14亿人都想不到的是，刚刚好卡在肖战生日和赵丽颖生日中间的这段时间，一件在国内外影坛都影响力深远的国际大事，居然也产生出魔幻了。深万我全网独家硬核、超深度解析的，堪称本年度院线最高分的华语片《引入尘烟》，居然在今年的釜山电影节取消了展映了，而且背后的原因居然不详。怎么样？这场景是不是刚刚发生？同款发生在了王炸弟弟身上呢？本片此前已官宣入围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之窗单元，而目前在釜山电影节官网已搜索不到相关信息。经导统釜山前线记者确认，本片已从官方排片表及片单中消失，亦无法购票。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之窗单元 A Window on Asian Cinema 将有多部华语片亮相。本单元将汇集今年在国际电影节表现出色的亚洲电影，以及在釜山进行世界首映的影坛新人新作。由李瑞俊编剧并执导，武仁林、海清领衔主演的电影《引入尘烟》自上映后口碑一路走高，更是达到豆瓣 8.5 的评分，位列华语院线电影年度第1位。此前在国内公映时，《引入尘烟》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票房走势，公映第3个月后竟比上映首月内的票房还高，而且在优爱腾都上线后，不仅优爱腾站内电影热搜榜第1，线下影院上座票房逆势上涨，并最终成功破亿。要知道，深万我也没想到自己所看好的、值得王炸姐姐赵丽颖和王炸弟弟王一博一同学习的这部文艺片，居然无需任何流量，无需丁点宣传，无需额外支出，完完全全只是依靠那些观影者的硬刚影评和真实心声，就能在诸多正能量大片、高光献礼片中脱颖而出，碾压群雄，完美跑出了这么一匹魔幻2022年的最黑的黑马。这点是不是跟深万我镶钻铁口的年度最热2个字高度重叠了呢？要知道，2022的这届釜山电影节入围华语片盘点下来，真的很重磅。要知道，今年华语新片虽然乏善可陈，却是今年最大规模的集体出海。釜山国际电影节凭借出色策展水准，已被普遍视作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在电影节作品首映率方面也是领先其他亚洲各国影展。而由于演员梁朝伟获得釜山年度亚洲电影人奖特别策展单元 In the Mood for Tony Leung 的展映，以及多部华语新片将在釜山世界首映，今年华语片在釜山仍然掀起观影热潮。釜山将带来特别策展单元 In the Mood for Tony Leung， 梁朝伟的6部作品《无间道》《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暗花》将在电影节上放映，他会在其中2部电影放映后跟观众见面。釜山电影节特别活动，梁朝伟的《花样年华》现场，韩国电影评论家李东震对话梁朝伟，两人对表演方法进行了诸多探讨，也不可避免地聊到了王家卫导演的创作方法。梁朝伟表示，每一天拿到新鲜的剧本，就如同角色每天开启新的生活一般，是他认真对待角色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演员生涯，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感谢一路走来受到的帮助。今日活动现场粉丝爆满，梁朝伟屡次表示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与大家见面，其真挚谦逊的面庞令人动容。是之玉和导演更新社交平台，为梁朝伟和釜山电影节梁朝伟的《花样年华》特别展映单元宣传。有趣的场景是在王菲的歌声中，梁朝伟领取年度影人大奖。说实在的，王一博能够搭戏这位实至名归的影帝，真的好幸运，也真的好让人期待。因为深万我说过，无名之中，如果对手梁朝伟的镜头够多的话，真的能让王一博的眼神杀反复折射出不同的火花出来。这次第27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于2022年10月5日至14日举办。分手的决心、前客、小说家的电影、塔楼上、风华正茂的我们、20世纪少女、少年们、警官之血、高速公路家族、下一个素汐、咸山等知名影片也将亮相今年釜山电影节。深万我感觉，成功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实际上这次算是为中国影人打开了一扇想不到的窗户。
然而呢，梁朝伟走出去了，王一博却撤档了。当然了，引入陈嫣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最大的输家。对比狡兔三窟的王炸姐姐赵丽颖，王炸弟弟还是有主场快乐的，这算是另类的心情弥补了。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的表现越来越好。这不，作为节目中的明星队长，王一博不仅勇挑大梁，他还在台前幕后练习街舞动作，看起来棒极了。王一博练舞7宫格剧照公开后，意义重大。在这就是街舞舞节目的幕后花絮中，王一博一个人跳起街舞来，十分认真。谁能想到，王一博这样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参加节目，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街舞梦想来。毕竟，王一博的心里非常清楚，没有谁的成功是容易的，自己唯一能够做的，也只有刻意练习街舞的动作。从双手的舞蹈动作到双腿舞蹈的切换，王一博练习舞蹈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王一博想要表现独特的个人街舞风格，是需要很好的把握度才行。进一步来看，王一博练舞的剧照公开后，带来3点意义。第一点意义，王一博的街舞练习并未中断，而是在不断的强化之中。正所谓学不可以已，对于街舞的舞蹈也是如此。第二点意义，这就是街舞节目通过公开王一博练习街舞的剧照，由此提醒更多的街舞爱好者，越是为人师表的街舞队长，他越懂得提升自己的街舞演技，这才是街舞领队的风范。第3点意义，王一博的街舞之所以跳得那样好，没有所谓的运气之说，人前的风光是人后辛苦付出促成的。王一博对街舞的舞蹈如此喜欢，他懂得去练习和提升，专注一个方向去延伸自己的街舞梦想，这才是街舞王者的成功姿态。所以，这就是街舞节目邀请王一博参加节目的演出，原因也就是这样简单。可以说，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大有可为。显而易见的是，这就是街舞舞节目一共邀请了4位艺人参与其中，除了王一博，还有李承铉、韩庚、刘雨昕。这4位街舞队长各有所长，在节目中的表现非常优秀，他们都是街舞爱好者的榜样。所以，王一博在这样一个氛围良好的街舞节目中成长，一定会有大有可为，越来越好。还应该看到的是，王一博对街舞的理解和其他3位街舞队长有所不同。王一博懂得在街舞表演中融入新潮的元素，进而使街舞运动具有趣味性。这不，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提到射箭，这就是王一博对街舞的创新理解。在动感音乐的旋律下，王一博跟随音乐的节拍舞动身体，蹦蹦跳跳，其乐融融，从而体现街舞丰富生活的目的来。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街舞推广大使的王一博，不断练习街舞，传承街舞运动，真好。让更多的街舞爱好者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有所长进，真正喜欢街舞运动来，这才是王一博练舞的真谛所在。王一博对街舞运动的付出已经被人共睹，他在舞台上跳舞的动作也非常到位，这就是一位专业街舞爱好者的体现。在这里就是明晃晃的王一博的主场，这里也是王一博的灵魂所在。要知道，在魔幻的2022年，影视行业集体进入寒冬，对于王一博而言，需要注意和小心的地方只会更多，因为另外还有一波寒潮袭来。比方说，不少人都想不到开播了14年的王牌综艺《天天向上》居然面临到了停播。节目组美名其曰升级改版，其实就是变相的停播了。这也是继《快乐大本营》之后的又一个芒果台的王牌综艺停播。那么，是不是汪涵一个人带不动了呢？天天向上的节目组在最新一期的节目播完之后，发出了声明，节目即日起将开启升级改变，继续传播主流价值，引领青年文化，探索科学新知。这种多余的解释，简直就跟改版时候的说法如出一辙，真的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以这样的形式到来。从2008年到2022年，14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档长寿型的王牌综艺节目。回想当年，数以千万的人
最快乐的就是每周六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天天向上》，当然是看的是回放，因为周五晚上的节目有点费广告。当年多少人都掐着点等着看《天天向上》，天天兄弟欢声笑语，笑点不断。如今就只剩下汪涵一个人，让人心里莫名闪过一丝的苍凉。您感觉得到吗？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节目组请到了张凌赫、沈月、金靖等艺人。张凌赫全程不准提起女朋友白鹿，整个节目下来还是有一些看点的。毕竟有金靖和杨迪这个谐星撑场，节目组邀请了博士来给大家做科普，还请来了袁隆平爷爷的学生来展示了超大力的水稻。天天向上的主持团，从当初的天天兄弟钱枫、田园、俞灏明、石野浩二、欧弟、小武、王一博，到现在汪涵一个人撑场，当然还有临时的主持人杨迪。为了能够当主持人，杨迪还特意去考取了主持人证。汪涵顶着白色的胡须，面对着镜头，他似乎已经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凭着他一个人，很明显带不动这个节目了。整个节目组的收视率非常低。在节目的尾声，汪涵耐人寻味说了一段话，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汪涵很明显是在和这一档节目告别了。可以说，王一博离开后，节目的收视率就一路低迷。很多人认为大张伟和这档节目不搭，他的效果不如欧弟。客观来看，大张伟的确是不如欧弟，不是大张伟这个人不好，他的风格是好的，只是不适合这档节目。首先，大张伟太过于聒噪了，全程话说个不停，没有欧弟有梗。一个主持人比嘉宾还要聒噪，那就有一点喧宾夺主的感觉了。如果说欧弟是这一档节目的灵魂人物，应该没人会反对。当年很多人都是冲着欧弟来看的，欧弟和汪涵两个人一搭一唱，搭配得非常好。可惜后来欧弟退出了，天天兄弟中的钱枫和田园等人又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能出镜了。最重要，王一博后来也不能出镜了。王一博现在是流量，拥有很高的号召力，他就是收视率的保证。伴随着他没有主持人证，他自然也只能离开了。大张伟也因为没有主持人证书，也只好悻悻离开，最终导致了汪涵成为了光杆司令。没有了王一博，节目组收视率自然就低了。但是节目的停播和王一博无关，虽然王一博有号召力，却不能成为整个节目的灵魂人物。就算王一博在，节目组也难以改变停播的命运。毕竟王一博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和能量是有限的。新万我只想说，变化这玩意有时真的非战之罪，因为一己之力很难不被时代淘汰。天天向上的停播是因为汪涵一个人带不动整个节目，还是王一博的离开？答案很明显，有部分原因是，但是大部分原因就是跟不上时代，被时代淘汰了。这一点黄磊早有预见了。在芒果台的另外一档王牌综艺真人秀节目中，已经开办了6年的节目也面临到了拐点，连制片人黄磊都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对于还有没有下一季的节目，黄磊说：“谁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说再见，也许就再也不见了；说再见，也许还会再见面。”天天向上和黄磊的节目最终的宿命其实都一样，就是同样都败给了泛政治化尽吹的政治时代，他们都被政治、被时代淘汰了。xin问我的说法，您认同不？黄磊的节目一成不变，甚至可以说有一点乏味。节目组并没有进行很大的改变，反而沿袭了老的套路，观众视觉疲劳了，自然也就放弃了。所以对于还有没有下一季，黄磊自己内心也没有底，他对未来也充满了未知和恐惧。天天向上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观众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新鲜感，也留不住老观众。试问还有几个人还会掐点守着看这档节目呢？一个节目能够生存下来，除了有好的价值取向，又要不断改革创新，才会有更好的收视率。没有收视率的节目，自然不会长久。只是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节目组的最后一期，节目组居然没有把欧弟、
小武、王一博等人邀请回来跟观众做个告别。天天兄弟团才是大家的共同的回忆杀。时代在改变，天天向上的停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也不用太伤感。期待汪涵的新节目，相信改版之后的节目会更好。那么，您是否会舍不得这档充满岁月和记忆的节目呢？正值这碗饭真的不是谁都能吃的，即便主流加顶流的李易峰也率先为大家展示了一把魔幻2022年的魔幻出来。要知道，作为第一代顶流元祖，本来就是国家重器、国家安全的最强化身、最强代言人，被时代淘汰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一个节目的悲剧，而是2023年的必然。现在明晃晃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非常不乐意看到娱乐圈的艺人卯足了劲去合理币金币，尤其是乐华公司的大家庭里面，几乎人手一个科技公司傍身，而且还专门开到了高新地区，不带动半点就业不说，好处是给全占了。这种操作原本合理合法，然而呢，在全国经济下滑、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合法避税已经是重点查税的突破口了。王一博作为乐华公司最当红的艺人，他名下更是不止一间用来避金币的公司。最近陆续有相关举措的艺人都被登名入册，自审严查了。树大招风的主流加顶流王一博，或许真的需要扭一扭方向盘，进入一下团队的轨道，或者王炸姐姐的轨道了。